还刚收到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可他却在父亲的亲眼目睹下将信封悄悄藏匿进了胸口。他说完便强装镇定地逃离了驿站。这一反常态的举动让父亲突然意识到了什么，随即便追出来问。Yes, sir. 听到这里，父亲会心一笑，给了男孩一个大大的拥抱。可下一秒，他却说 I'm not going, Dad. What? I'm not going. 考上大学是男孩的梦想，也是全家的骄傲。但他知道脚下这片冰雪小镇才是未来唯一的归属。与生俱来的贫穷注定要阻塞他诗和远方的路途。光是学费，他们就束手无策。可父亲却让威尔不要担心学费。Don't worry about the money. Look, when you need it, it'll be there. That's a promise. 为了给儿子凑学费，父亲萌生了去加拿大参加狗拉雪橇的比赛。这场史无前例的资本狂欢奖金高达1万美元。可母亲和叔叔却一致反对，因为这魔鬼比赛的赛程足足有800多公里，相当于河南到湖南的距离。以父亲如今的岁数和身体，必然会死在半路上。权衡之下，他也只好搁置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望，老老实实的带威尔砍更多的树，做更多的家具。虽然苦点累点，但起码能够勉强凑齐学费。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却打破了这辛劳而又美好的宁静。在回去的途中，父亲失足落入了刺骨的冰河，更糟糕的是身体还被雪橇卡住了。威尔拼命回追，想要和狗狗们一同救起落水的父亲。眼见儿子迟迟不肯松手，父亲用尽最后一丝挣扎的力气割断了绳子。在自然面前，生命就是如此短暂与脆弱。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到。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忘了世事无常；总以为离别会发生在长亭外古道边，却忘了它往往突如其来，没有铺垫，只是在一个和往常一样的清晨。有的人永远停留在昨天了。威尔对父亲的离世悲痛欲绝。夜晚，他来到狗狗的房间，想要寻求一丝心灵的慰藉。Guess it's you and me now, huh, Gus? Why did you pull him out? Why? You're his dog. There was a whole team of you. 一人一狗互相责备，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倾泻心中的伤悲。格斯是父亲最心爱的领头犬，还是狗拉雪橇比赛的冠军缔造者，但他却一直瞧不起胆小怕事的威尔。一旁的叔叔告诉他，格斯只认一个主人，当对你有了足够的尊重，他才会听你的指令。可还没等威尔赢得格斯的尊重，母亲就在屋内商议着卖掉格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偿还家具订单违约的欠款，才能保住3代人为之操劳的农场。可威尔听后坚决反对。Can't do that, Mom. The money we could get for Gus alone. Gus is Dad's dog. And you're his son, and he wanted to pay for college because it was important to you. Well, maybe it's not so important anymore. Maybe it never should have been important. 那该死的梦想埋葬了父亲的生命，如今却还要带走父亲最心爱的狗。如果这就是代价的话，那这个学他甘愿不上。夜不能寐的他躺在床上，迷失了未来的方向。他想为家庭分忧，也想去上大学，但更想要保住父亲的格斯。生活的思绪就如同飘零的冬雪一样凌乱。第二天早晨，一束暖阳照亮了他的脸庞，与之一同闪耀的还有那张比赛宣传单。这让他突然找到了努力的方向，因为比赛的1万奖金既能还清负债，还能支持学费，更重要的是还可以保住格斯。他激动地找到母亲，说这1万美元可以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可美好的愿想却只换来了坚决的反对。 Just lost a husband. I won't lose a son. 母亲转过身去，不愿再谈。他只好找到奈德叔叔寻求支持，可叔叔的态度却和母亲出奇的一致，连你父亲都赢不了比赛，更不要说你了。然而威尔却说，自从父亲去世后，我的人生便陷入了无尽黑暗，如今生活下去都成问题，更别说所谓的梦想了。 But when I saw this flyer, I felt life getting back into me. 可叔叔还是不同意，距离比赛只剩1个月，你根本没有充足的时间准备。眼见又被拒绝，他只能转头再去恳求母亲。 I want to feel alive. I want to feel like Dad's alive. Right here. And I don't. He was gonna do this for me. Now let me do it for him. 看着儿子真诚又坚定的眼神，他的内心似乎有所动摇。深夜，他找到奈德，询问威尔是否真的有可能赢下比赛。奈德叔叔没有回答，只是在凌晨将熟睡中的威尔一把拽起，扔出门外。Training begins now. 忍受寒风的侵袭是完成比赛的必修之路，坚持笨鸟先飞的道理是赢得比赛的最佳捷径。 Daisy.
到不了新穗坡。时间来到第二天，随着一声枪响，史上最隆重的狗拉雪橇比赛正式开幕。不甘示弱的威尔全力以赴，刚开始就拼命赶超着一个又一个的对手，那一往无前的身影处处散发着青春的活力。当私人火车追上参赛选手时，几人立即遥望，当发现不被看好的威尔遥遥领先时，那不可思议的脸庞都写满了惊讶。而另一边的经纪者更是喜出望外，这个话题制造机或许能让自己坐上报社主编的宝座。不久后，威尔率先到达比赛的第一个难关新穗坡，毫无经验的他只能一步一个脚印拉着狗与雪橇艰难上前。当登上山坡时，早已气喘吁吁，可回过头却发现自己刚刚用尽全力给对手开辟了一条捷径。Hey, you got the good trail, boy. Cut the trail from I cut the trail. 即便百般不甘，他也只能重整旗鼓，全力追赶。等到下坡段时，前进就显得尤为轻松，刚刚的气喘吁吁全在此刻一扫而空。然而，这种看似舒爽的赛道却往往暗藏危机。不幸的是，他难以继续比赛；万幸的是，他保住了一条小命。而另一边，威尔的美国同胞就没这么好运了。丧心病狂的伯格不仅鞭笞着他的狗狗，还不停狂踹美国人的雪橇。被分散注意力的他差点撞上了前方的横木，虽然成功避险，但却让雪橇失去了平衡。最终，撕裂般的疼痛感让他不得不松开双手。在坡道上越滚越快的他，一把撞上了路边的大树，脊椎断裂的牛仔就此丧失了参赛能力。而格斯的不听指挥，同样也让威尔撞上了同胞的雪橇。We want to finish this race. We got to make some kind of peace here. 这次意外让威尔的进度远远落后。等赶到休息站时，别的选手已经睡下，但秉持着笨鸟先飞的比赛技巧，第一晚的威尔只睡了5小时便匆匆起身。他不仅减少了睡眠的时间，还直接省去了生火做饭的流程，赶路所需的能量全靠母亲特制的水果蛋糕，这让一旁的经纪者灵光一闪。于是第二天就有了美国男孩带着母亲的自制蛋糕和诚挚的美国式理想挑战自然赛跑时间的报道。而报道中的主人公威尔在这里遇见了第二道难关，这是一片封冻已久的冰湖，可父亲落水的瞬间却在脑海中不断浮现。难以跨越心理障碍的他选择了绕道而行，这也让既定的路程大大增加。直到天色渐暗，他都没能走出山头，精疲力尽的身体选择了原地休息。然而沉睡的身躯却迟迟没有清醒。格斯见状便带领一众忠犬主动前行。当赶到休息站时，早已夜深人静，但格斯灵性的举动无疑拯救了威尔的小命。眼看没有人接应，格斯就在院内狂吠不止。经纪者率先被叫声唤醒，姗姗来迟的人们纷纷小跑上前关心少年的状况。经纪者赶紧拿出相机记录这话题性十足的场面，而后才是拖着疲惫不堪的威尔前往休息室。见威尔如此顽强，伯格便展开了心理攻势。Your mama, she must worry for you, hey boy? You miss your mama and your papa.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话确实让他有所动摇，但肩上的责任与未来似乎远比思念沉重。梦想的希冀和农场的守望注定了威尔不能空手而归。于是第二天，他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早早出发，所有无声的思念在此刻都化作了前行的动力。另一边，经纪者精心撰写的报道却又被放到了最后一版。于是为了寻找更多的话题，他命人前往威尔的老家了解信息。经过一夜休整的威尔又恢复了以往的活力。当经过一处小山坡时，他发现了不远处有个冰岛人睡得正香，他的情况十分糟糕，发着高烧且气息微弱，但身陷绝境的冰岛人不仅没有向威尔求救，反而还让威尔带走他的狗继续比赛。零下30度的气温，天寒地冻，但威尔善良炽热的内心却从未冰封。他把对手驮上了自己的雪橇，然后搁置比赛，朝着火车轨道进发，却意外遗落了指挥格斯的哨子。当威尔还在牺牲优势营救他人时，心狠手辣的伯格却将魔爪伸向了自己的瑞士同胞。等到威尔拦停了主办方的火车后，他便头也不回地重回赛场。当奄奄一息的冰岛人说出美国男孩威尔的那一刻，在场的众人无不为之敬佩。如果他选择视而不见的话，那绝对是遥遥领先的存在。这份无私与善良给了主办人哈勃巨大的震撼。可同为主办人的安格斯却对威尔并无好感，因为越过新穗坡的威尔已经让他输掉了1000美金。在推测威尔因救人已经浪费了大量体力之后，从开始就不看好威尔的他立刻加大了赌注。 I'll wager $5,000 he doesn't reach St. Paul. I'll take that bet. 另一边，刚补充完体力的他才发现哨子已然丢失，无论怎么呼喊带头的格斯却依旧无动于衷。Come on.
无计可施的威尔只好尝试用嘴吹出父亲的调子，这熟悉的声音立刻让狗狗们有了指引。比赛已经过去了4天4夜，经记者大肆报道威尔救人的善举，终于让他的新闻登上了报纸头条。他在文中称呼少年为钢铁威尔，并给他冠上了国家英雄的称号。不眠不休、拼命赶路的毅力，同时也激励着无数身处战争阴霾下的人民。还没等他的事迹传回家乡，经记者委派的助手就先到一步。看着报纸上熟悉又陌生的儿子，母亲由衷的感到无比欣慰。她欣慰的不是儿子成了所谓的时代英雄，而是在比赛中他收获了弥足珍贵的成长，学会了独当一面，也学会了勇往直前。当助手得知威尔是为了梦想与农场参赛时，原本置身事外的内心也不由自主的有所动容。他自掏腰包让威尔的亲友坐上火车去终点迎接英雄的到来，然后第二时间告诉经记者他找到了绝佳的题材。不过此时的他根本都没有采访威尔的机会，因为这孩子跑了2天1夜都没有停下脚步，各个站点甚至从未捕捉到他的一丝身影。与此同时，收到消息的哈勃提议将2人打赌的美金分一半给威尔的母亲，但却遭到了拒绝。You do what you like with your money, Jonah, but don't tell me what to do with mine. 虽然他表面上一脸漠然镇定自若，实则内心早已惶恐不安，并打起了坏心思。夜晚他找到伯格，要他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地追上威尔，并承诺事成之后给他一笔可观的报酬。于是利益熏心的他在第2天追随脚印赶上威尔，然后松开了恶犬的枷锁。不远处的威尔顿感不妙，但等他回过神时为时已晚。格斯与对方撕咬在一起，由于缰绳的限制，他几乎没有还手之力。而伯格这边则是露出了满意的笑容，看着奄奄一息不断呜咽的格斯，怒不可遏的威尔拿出手枪想要报仇，但一旁的格斯不断悲鸣，似乎是在劝他理智。冷静下来的他按照奈德叔叔所传授的经验，先用大火熬干草药，然后将其涂在纱布上，再小心翼翼地覆盖住格斯的伤口。眼见格斯被疼得嗷嗷直叫，威尔吹起了父亲的调子来安抚那疼痛的身躯。他已经失去了父亲，所以绝不允许格斯再离开他的世界。一人一狗在冰天雪地完美诠释了不离不弃。夜晚，威尔怒气冲冲地闯进休息站，他对着伯格就是一拳，2人积蓄已久的恩怨终于在此刻全盘倾泻。厮打过程中，伯格直接掏出了小刀。Do you look like it? What's the matter, kid? You scared? I'm beyond being scared of you, mister. I ought to kill you. If you ever come near me or my team again, I'll kill you outright. 放下狠话后，威尔拖着沉重的身躯缓缓离去。Will, it's good to see you. I was getting worried. No! That's for using me and my family to sell your damn newspapers. And printing pictures is gonna make my mother worry. 狼狈不堪的经记者突然意识到，如今的少年早已今非昔比，他少了一丝天真，多了一份凶狠。做完警告后，威尔第一时间去照顾格斯，在这里他卸下了先前的凶狠，露出了满满的柔情与忏悔。此时的格斯嗅到了坏人的气息，回头一看，原来是安格斯闯了进来。他在威尔身上的赌注已经加大到了1万美元，如今已是骑虎难下的局面。见他如此坚毅，情况又如此糟糕，于是想趁虚而入，劝他退赛。他说：“你已经勇敢地战斗过了，我们所有人都敬重你的努力。可如果继续比赛下去，你和你的狗都会有生命危险。但要是你的赛程到此为止，我立刻就奖励你3000美元。这3000元同样能够解决家里的燃眉之急。”正当他百般纠结、犹豫不定之际，格斯却对他发出了愤怒的低吼。What? I didn't take it, did I? 威尔没有给出答复，只是在第2天凌晨收拾行装，准备继续比赛。很多事情没有理由，也没有借口，但只要出发就能找到方向，只要到达终点就能找到答案。在暗夜中前行了3小时的他，终于等来了日出，也等来了不期而遇的温暖。在途经一个小镇时，不远处有国歌传来。当他走近时，才发现当地的美国侨民在为自己举办欢迎仪式。看着报纸上被称为钢铁意志化身的自己，他这才意识到先前错怪了经记者。但他现在不能停留，也无法道歉，只能告别同胞，继续埋头赶路。这时人群中有2个小孩跟了上来，他们声称自己知道一条捷径，然而这条捷径却是威尔难以逾越的鸿沟。即使小孩说湖面常年结冰，他也不敢冒险。父亲离世的意外如同梦魇般缠绕在心间，内心的恐惧驱使着他绕道走2英里外的铁路桥。全心全意赶路的他们丝毫没有注意到远处有火车驶来。等他们发觉时，火车已经近在咫尺，那滚滚的浓烟与嘶鸣的齿轮似乎是要将他们吞没。更糟糕的是，格斯的狗绳还被卡在了轨道缝隙。虽然在千钧一发之际成功取出了绳子，逃离了铁路，但那2个热心小孩却将他的雪橇意外摔坏。夜晚，威尔狼狈地来到休息站求助。 I need a blacksmith, but my sled's busted. 听到此话，众人瞬间安静了下来。难以想象这位不屈的男孩究竟历经了怎样的磨难。走出门的威尔直接瘫软在了地上。有人说生命如歌，那是因为他历尽山河；也有人说人生无何，那是因为他尝尽甘苦波折。尝遍生活苦涩的男孩终是在此刻泄了气。经记者见状，给了他一个值得依靠的手臂，并为他找到了一户铁匠人家，为他重铸雪橇的同时，又给他清理伤口。可此时阴魂不散。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 I got facts over tracks, this and that. Spitting slow, spitting fast. I could roast, I could gas. Think I'm okay at last, but I don'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 And the pettiness,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 Hilarious, you think you're worth my time, you're delirious. Mysterious,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 Inferior, you know I'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 Get off of me, this ain't no humble brag. I want you to hear words, you can say them back. I want you to feel free from the chains at last, and to believe in what you got, it was built to last, yeah.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I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Gonna learn the consequence of being incompetent. Mental health is confidence, dreams and some honestness. I'm not here to save the day, that's for you to take away. I could play a million mind games, but instead I say something not illogical, something that is topical. Rub it on and watch it go, make yourself unstoppable. Dreams are irresponsible, but they're always possible. If you just believe, you could be so remarkable. Thoughts in my head, a collage and they spread. I'll be great one day, going off of my meds. No, I'm not giving up, no, I'm not giving in. I will make it to the top, taking off in the wind. I gotta make it, I'm saving every day to taste it. I'm patient, but my mind, it can hardly take it. I'm chasing a dream that I've had for several ages. A vacant, modern kingdom for the taking. Find out. Hey, hey! I didn't think you was man enough! 这条近道是一片尚未完全封冻的冰河，这里危机四伏且随时有丧命的风险。但威尔想要赢下比赛，就只能孤注一掷。可当看到险象环生的冰河时，遥远记忆中那强烈的恐惧感又将他牢牢桎梏。就在这时，格斯突然大声叫唤，似乎是在呼唤威尔克服恐惧，勇往直前。父亲的话语也在脑海中回荡：当你要直面恐惧时，就让信念来指引你前行吧。随后，格斯灵性地跳下雪橇，走向属于自己的位置，并示意威尔勇敢地告别昨日，奔向未来。Trust the dogs. Trust yourself. Damn you, River. I'll beat you. 为了近在咫尺的胜利，为了终点线前的母亲，为了天人相隔的父亲，威尔重整旗鼓，决战冰河，也决战内心最深处的恐惧。身受重伤的格斯负重前行，带领着一众狗狗们齐心协力。反观伯格这边，却只能用不停的鞭打来迫使他们向前。然而这却让不堪重负的雪橇犬们彻底停摆。见此情形，他怒不可遏，用更加凶狠的言语与鞭笞来教训他们。他把狗子们打得忍无可忍，最终落得了自食恶果的结局。一旁路过的威尔善良地开了2枪，随手救下了被恶犬撕咬不止的伯格。在格斯的领航下，队伍跑得越来越快。照这样下去，逆风翻盘也不是没有可能。终点前的瞭望塔上，观测者们迎来了本场比赛的领先者，那是挪威选手凯威，这让母亲不禁有点失落。然而惊喜的是，威尔突然从一旁的树林里穿梭而出，并且领先挪威人整整半公里。所有人都向钢铁威尔的方向望去，那瘦小的身影在人群的欢呼声中艰难前行，人们都不停鼓掌来激励威尔前进。眼看终点遥遥在望，体力不支的威尔却坚持不住了。本就匮乏的能量加上长时间的奔波，让身体再无向前的能力。前一秒还在欢呼的人群瞬间安静了下来，他努力的想要爬起来，却又无能为力。就在这时，叔叔奈德吹起了那熟悉的曲调。万千余音在此刻汇集成了希望之曲，一起为威尔重铸那破碎的钢铁意志。眼见身后的竞争者徐徐而来，那倒下的钢铁之躯在格斯与人们的呼唤之下，终于重新振作。他十分吃力地扶正了雪橇，跃跃欲试的格斯没有等待指令就决然向前。众志成城的狗狗们直接把瘫软的威尔硬生生拽了起来。如今他要去完成属于自己的使命，去创造属于少年的奇迹。
最终，威尔惊险地赢下了比赛，他保住了农场，也守住了梦想。从今往后，没有人再会称呼他为懦夫。化茧成蝶的他，如今是钢铁意志的化身。彼时的少年站在人生的东转站，回首过去的一路崎岖，都已然繁花盛开；抬头未来的飘忽不定，都已然云开雾散。虽然以后的路不会比过去的更笔直、更平坦，但我想历经成长的威尔不会有所畏惧，因为他有硬骨隆起的倔强，有雪橇滑行的铿锵，也有钢铁之躯的力量。我真切的希望威尔的故事能够激励到你，因为他完全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缩影。他没有那些壮汉的力量，没有那些老手的经验，也没有那些智者的技巧。他与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只有一个渺茫的机会和心中明亮的希望，以及那笨鸟先飞似的持之以恒。但有这些就足够了，只要不停下前进的脚步，就终有苦尽甘来的一刻。那些无人问津的日子，或许正是登峰造极的好时机；那些在暗处执拗生长的花，或许终有一日会馥郁传香。